警察同志，我精神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我严重要求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。男人用大衣裹住自己瑟瑟发抖的身体，声泪俱下地控诉着我。被他的厚颜无耻所震惊，我赶忙抱住了离自己最近的警察小哥哥。警察叔叔，我这是合理的自我防卫啊，况且我一个才毕业的小姑娘，单身了20年都没，我很害怕的。当时如果不那样做，还不知道会真情流露的结果就是眼泪鼻涕蹭了人家一身。即使如此，男人依旧没有推开我，反而安抚地拍着我的背。一张纸巾递来，我下意识地抬头对上那张温柔的俊脸。我靠，好帅！心里话不小心说了出来，庆幸眼泪流了一脸，口水应该没那么明显。怪不得说长得帅的都上交给国家了，这小脸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很难不一见钟情。许是以为我被吓傻了，帅气的警察哥哥抬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同学啊，我太害怕了，心虚的低头，手上配合的抱紧了些。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这是我单身20年应得的。警察同志，我闭嘴！男人充满愤怒的一声，让我的身子也控制不住的一抖。他手上温柔地拍着我，嘴却一刻不闲着。你个死变态，还有脸要赔偿？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出来作案，你知道是什么行为吗？你是在犯罪。先别说钱的问题，坐牢这个事你准备好了没？我猥琐男的话再次被打断。行啦，不管你准备好没有，今晚就开始拘留。我终于能好好的抬头看看他，大约185的身高，五官硬朗精致，明明是刻意冷脸的样子，却带着几分掩饰不住的少年气，目测比我大不了几岁。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温柔的眉眼注视着我，轻声细语的，大概是怕吓到我。沈浅浅，我叫沈浅浅。他笑了，那双好看的眼睛弯起来，盛满了一整个盛夏的星星。那一刻，我恋爱了。我今年才毕业，现在在医院实习，心内科医生。医生啊，怪不得要上夜班。他走在前面，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。上车啊！他打开车门看着我笑，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纯黑色的大 G， 低调又奢华，没看出来啊，还是富二代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知道了帅哥的名字，陆晓，警察学院的毕业生，今年是工作的第3年。我说呢，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。我以后续跟进的名义要了他的联系方式，还没想好怎么礼貌又不失随意的联系一下，就猝不及防的再次见面了。又是一个凌晨，灯火通明的医院大厅，人来人往，缴费台前被人群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。很幸运的，这次的我又是主人公。你冷静一点，这件事和沈医生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只是一个实习医生，并没有参与手术。说话的是我同科室前辈陈周，也是大我2届的学长。脖子上刺痛的感觉让我手脚冰凉，一动不敢动。身后的男人情绪激动，手上突然开始使力。都是你们医生都是一个样，我才不管呢！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给我女儿陪葬。你女儿送来的时候就晚了，我们已经尽全力的抢救了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会放弃患者的生命，请你相信我们。你给我滚！今天你们说什么都没用。窒息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他手上的刀死死地抵住我的脖子，随着剧烈的动作一点点地收紧力气。警笛声越来越近，就在众人束手无措之时，一声怒斥唤回了男人的理智。你看看他和你的女儿是差不多的年纪，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，拼搏了多少年才当上医生，他是救死扶伤的人，现在却要被自己救的人杀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九泉之下的女儿会不会有愧？他能不能安眠？熟悉的声音近在耳边，我却难以睁开眼睛看清他。趁男人正愣的时候，人群中爆发混乱，突然涌进的大批警察将他擒住，而我终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。耳边除了嘈杂的人声，似乎还有一声声焦急的呼喊。再次睁眼是熟悉的天花板，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会躺在这儿，脖子上一阵刺痛，忍不住咬紧了牙。你醒了，浅浅。师兄，陈周松了一口气，拿着水过来。你差点吓死我们了，警察再晚来1分钟，你的小命都可能保不住了。下次看你还敢不敢往前冲。他带着宠溺的责怪让人心安。当时是出紧急，如果我不上前，他可能就抓到快退休的老教授了。老教授一把年纪，连站都站不稳了，更别说被他那么劫持个8个小时。对了，师兄，我想起昏过去之前那人关切的眉眼，那个救我的警察呢？你是得好好的谢谢人家，他昨晚就一直守在这儿，刚才出去买早饭了，应该过会儿就来了。哦，努力地压住嘴角的笑意，仿佛劫后余生的人不是我。陈周突然凑近，在我眼前挥了挥手，别是吓傻了。没有啊。那你傻笑什么？啊，喜极而笑呗。门突然被小声地敲了几下，下一秒日思夜想的身影走进来，陆小手上提着2份早餐，脸上的笑比窗外的阳光还要明媚。好久不见啊，陆警官。此刻这病床上像是长了针，让我坐立难安。陆小把东西放下，在我旁边坐下。刚刚2天而已，沈医生你可真是不让人省心。那说明我们有缘啊！下意识的就把心里想的给说了出来，有些懊恼自己的冲动。陆小却笑着说：“医生和警察有缘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谢谢你呀，救了我。”不用谢，
是我的职责。一旁被忽略了许久的陈舟仿佛听明白了，他有些惊讶：你们早就认识吗？浅浅。对，之前我值夜班回去遇到变态那案子，就是陆警官办的。哎呀，那的确是挺有缘的。陈舟还想说什么，护士突然来找：陈医生，到巡房时间了。好，马上来。师兄我呢，你好好的休息就行了。院方给你放了假，你的病人暂时由我接手，不养好不许回来。他故作严厉的嘱托让人心暖，我笑着敬了礼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陈舟走后，病房又陷入寂静。陆小有些笨拙地把豆浆插上吸管递给我，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些什么，就从你们食堂里都打了些。看着满满一桌子的东西，我有些哭笑不得。那你也不用每样都来一份啊，你是要把我们食堂搬来吗？你现在是病人，需要多吃点。我还是医生呢，仿佛被我的小孩子语气逗笑。陆小包好鸡蛋递给我，你不用去上班吗？我自己可以的，还有同事什么的，你不用再这让他守着的。他把蛋皮悉数地滑进垃圾桶，抽过纸巾擦手。没事，今天是周末有人值班，我刚好也没什么事。言下之意就是想陪我呗。小样，果然姐的魅力无人能敌。正当我沾沾自喜之时，他又开口，不过还需要你配合做个笔录，等你好了去警局做就行，不用着急。行啊，配合警察叔叔工作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沈同学是个合格的公民，不得不说年轻就是好。脖子上的刀伤并不浅，但几天就已经长好，只是那蜿蜒的长疤有几分丑陋。别看了，过几天掉了就好了，不会留疤的。陈舟正刷的给我写出院记录，笑着安慰我这个差点破相的医生。师兄，我要是破相嫁不出去，可怎么办啊？我哭丧着脸，没有不爱美的小姑娘，这么长又显眼的一道疤，应该是什么遮瑕膏都遮不住的。那师兄只能勉为其难的和你凑合了。师兄，我要告诉老师，你还取笑我。直到走出门外，还能听到陈舟咯咯笑的声音。我耷拉着脑袋走出医院，总觉得来往的人都在看我脖子上的疤。大家不会以为我是为情所困，自己拉的吧？正当我心里已经意淫出一场大戏之时，清亮的男音将我唤回现实。沈浅浅，陆小。还没看到人，我就念出了他的名字。陆小穿着一身警服，英姿飒爽，一双圆眼笑出了卧蚕。出院了，走。干嘛？接我做笔录呀？我垂着脑袋，对他不体贴病人的行为默默的鄙夷。头顶传来一声轻笑，头顶被人大力的揉搓几下。你想什么呢？警察叔叔不会这么不人性化的。我是接你回去的，现在这个点不好打车。我看看手表，正好是下班点。你下班了，有免费的司机不要白不要。第二次坐上他的副驾驶，突然生出一种男朋友接女朋友的感觉。突然想犯个贱，我十分做作的扯着安全带，夹着嗓子娇滴滴的开口：陆警官，这个安全带人家扯不动挨。陆小身子小幅度的抖动一下，他转过头来，对上我的眼睛，又飞速的移开。然后他说：沈医生，你是治脖子的时候把运动神经也割了吗？你是服务人民的时候把浪漫细胞都杀了吗？一路无言到了我家，不甘心就此走掉的我觉得得为我们的下次见面想个借口。于是我十分不小心的从包里掏出来一个东西，扔到了他的车座下。那陆警官，下次见哦。哎，在我转身的那刻，陆小突然出声叫住了我，难道是想来个爱的告别？你的似乎有些难以启齿，直到我看到陆小手中的东西。哪个杀千刀的把人骨模型放我包里了？不是这，我没有，这可能是我师兄工作的时候。那再见了沈医生。陆小在憋笑，而我是根本笑不出来，连再见都不想说。我飞快地转身跑进楼道，还没等来传讯，却再次在医院见到了陆小。去查房的路上，身旁的小护士突然撞我。沈医生快看，那是不是上次救了你的帅警察啊？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一身便装却依旧帅气难掩的男人，不是陆小又是谁？心跳骤然加快，多巴胺分泌加速，我抬起手刚想打招呼，突然一个女生走过去挽住了他，还是从妇产科。看来又是一个英年早婚的小哥哥呀。小护士不无惋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但我已经听不下去了，眼里全是那边笑着的一对璧人。呜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反正今天也没化妆，尽情哭也不用担心。天台的风好大，失恋的心好痛。陈舟趁着夜色走来，看到我一脸懵逼。怎么了，小师妹？真破相了。师兄，我失恋了。啊！陈舟大吃一惊，你什么时候恋了？在某个命运的时刻爱上了，又在某个命运的时刻失去了。我那无疾而终的爱情，手里的矿泉水让我喝出了二锅头的味道。陈舟显然没搞明白状况。师妹，学医真是委屈你了，你应该是文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。可我致力于做人类的修复师，如果拯救不了灵魂，那就有一个健全的身体，至少我们还有爱的权利。陈舟嘴张得老大，可能是被我的文学底子震惊到了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吹过就没了。我对陆小死了心，接到传讯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，但为了配合工作还是去了。如果说一个女孩子没洗头就去见你，那她一定不爱你。对，我要用3天不洗的油头来结束这段爱情。
过程大概就是这样。警察叔叔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坐在中间的老警察点点头。我立刻起身往外走。陆小从里面追出来，拽住我。你怎么了？许是我一开始就没给他注意力，让他有些不适应。呵，男人，姐现在就让你知道不爱可以有多冷漠。幻想自己是偶像剧里渣男伤透了心的女主角，我义正辞严地挣开他的手。陆警官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保持距离，毕竟我们只是警察和当事人的关系，我不希望让别人误会。误会？你在说什么？浅浅，请叫我沈浅浅或者沈医生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我转身的背影一定很潇洒，不然他为什么没叫住我？对了，我在医院也认识几个不错的妇产科医生。陆警官，如果和妻子有什么需要，我也可以帮忙联系一下。毕竟您当初也救了我，看我一点都不在意。陆小松了一口气，他再度的拽上我的手，非常大的力气。浅浅，你是不是在医院看到什么了？那是我姐姐，我亲姐姐。我姐夫出任务，没时间陪她产检，所以我去的。我本想去找你，但又怕打扰到你，三言两语就让我傻了眼。想想自己这几天一连串的傻事和刚才做作的举动，啊！警察局划过一道土拨鼠尖叫，我飞速地逃离现场。后来的几天，陆小一直约我见面，但我还没从前几天的乌龙里缓过神来，只能婉言拒绝。于是又一个晚上，我登上了医院的天台。有些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也许一开始就都是错的。今天的矿泉水换了个牌子，没之前那上头。师妹又为情所困了，难道师兄也是？我泪眼朦胧地看向知己陈舟，呵呵一笑，不是，师兄爱得很稳定。那我与你无话可说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会懂我的痛？师兄，你看我头油不油？又3天没洗了，手心掠过头顶，再凑到鼻子上，果然很上头，伤透了我的心。师兄，你们男生会喜欢一个不洗头就见你的女生吗？陈舟十分认真地思考了一下，可能会吧，这取决于他做不做饭。为什么？因为做饭需要油啊！哈哈哈，37度的嘴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？我零下2度的心更疼了。叮铃铃，喂，沈医生，陆警官来找你，在你办公室。什么？我一咕噜地从地上爬起来，飞快地往外跑。师妹去哪？洗头，借了老师的中药洗发水，确保洗香香了。我敲开办公室的门。不对啊，这是我的办公室，我干嘛要敲门？进，有些不太好意思。我走进去，陆小正坐在椅子上看我的医生介绍。那啥，有啥事啊？急得我东北话都飙出来了。今天的陆小好像有些不一样，白衬衫、黑西裤，头发好像也精心的整理过，虽然是个一眼看完的寸头。我最近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来找沈医生看看。啊？哪儿不舒服？我有些着急地走到他面前，看脸色比我这个医生身体还好，难道是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疾？我正常地站着，头正对他的胸膛，脑袋突然被人按住，接着脸就贴上了他的胸膛。活了20多年，第一次和同龄异性这么近，耳边传来心脏砰砰有力的跳声，炽热又健康。他开始说话，胸腔引起的共鸣在耳边震动。我喜欢你沈浅浅，从见第一面就喜欢你。我说过，医生和警察有缘分不是好事，但我和你有缘分，是我此生遇到过最好的好事。所以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就这么短短几句话，没有很浪漫的说辞，没有很艳丽的鲜花，可我的心就是不受控制的开始狂跳。天，我恋爱了！好啊，我愿意，不敢说太多，怕忍不住笑出声，窝在他身上，脑海里开始放起绚烂的烟花。我沈浅浅终于不是母胎单身了。话说你是不是看上了我的美貌？下了夜班回去的路上，陆小牵着我的手，路灯将我们的影子拉了很长，像是爱了很久的恋人。可能是吧。他想了想，又开始笑，或者是看上了你的与众不同。与众不同，我就知道姐的魅力无人能挡，就是从来没见过头顶比脸还亮的女孩子。陆小，我今天洗头了，想想我们之前的几次见面，好像我都是油着头。我不是不洗头，第一次是因为值夜班，第二次是不在乎你了。什么？陆小的语气有些危险，后知后觉这人已经是男朋友了。我赶忙挽住他的胳膊撒娇，是假装不在乎，当时觉得你有老婆了，所以就想放手潇洒一点。原来你那会儿就喜欢我了。他有些得意的笑，我掐掐他胳膊上的肉。怎么？你要不是眼瞎，就肯定能看出来。当然，我要是看不出来，也不敢跟你表白。哪有你这样表白的？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现在想想有点亏，答应太快了。哎，捏捏我的脸，陆小变魔术似的从后面掏出一个盒子，猜猜是什么？项链、手链，或者许是被我娇羞的小表情逗笑。陆小忍俊不禁地弹了下我的额头，然后打开那个盒子。谁家好人送对象这个呀？你不喜欢吗？我可是特地问了你老师呢，实在不忍心他失望，我只能装作很惊喜的样子。啊哈哈，喜欢啊，怎么可能有女生不喜欢这个呢？多别致啊，粉色的骨头，哈哈哈，不逗你了。他把骨头拿出来，在一层纸下面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银色项链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我是真喜欢。陆小拿出来，走到我身后，拨开我的头发。
他的呼吸打在我的后颈，温柔的情话自耳后传来，套住了，沈医生可不许跑了。不跑，这么帅的男朋友，我可不舍得跑。脱单这事第二天想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恍然如梦，哼着小曲进了医院，迎面就碰上了陈舟。哟，师妹今天春风拂面，看来是有好事啊。想起昨晚的好事，不自觉的又勾起嘴角，娇羞的捶一下他。陈舟差点吐了，看来师妹是脑子喝坏了。喝什么了？老师有些疑惑。过期的矿泉水啊，我昨晚回去一看，师妹刚好拿走的最后一瓶。啊，师兄，相爱的日子每天都像演偶像剧，我养成了勤洗头的好习惯。虽说夜班的时候真的很懒，但我时刻告诉自己，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。陆小的工作和医生差不多，每天都很忙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晚上见面，所幸两个地方离得不远，有时候也能一块吃饭。谈的日子差不多了，结婚就提上了日程。好快啊！我感觉脱单还是在昨天，竟然明天就要见家长了。窝在男朋友充满安全感的怀抱里，第203次感谢国家培养了一个如此优秀的男人给我。陆小还在看酒店的菜品，他握着我的手心有些出汗。叔叔阿姨喜欢什么呀？我带那些会不会有些少？不少了，你都快把人家店搬空了，不用紧张，我们家都是颜控，你这么帅，他们肯定会喜欢你的。那你明天下班我去接你，到时候我们再去买点水果。好的，陆警官，医院这几天依旧繁忙，好在陈舟知道今天陆小要去我家主动的帮我值班。办公室里我正在给陆小挑衣服，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闹哄哄。医院里吵闹并不少见，秉着负责的态度，我还是决定出去看看。沈医生，门刚打开就和跑过来的小护士撞上，我赶忙扶住他，笑着说，怎么了，这么急？沈医生，他有些难以启齿地看着我，刚才市中心有一处抢劫案，嫌疑人有刀，现在伤者送到医院来了。啊，是个警察，脑子嗡的一声，我对这个字眼格外敏感。是陆警官。陈舟一脸凝重地走过来，眼前一阵发晕，他急忙扶住我。他在哪儿？声音已经抖得不成样子。陈舟指了指楼上，我稳住身子，急忙往上跑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声音，陆小，你不能有事。等我跑上去的时候，人已经进了手术室，没有一句话，没有一面的等待。不知道哭晕过去多少次，那盏灯寄托着我所有的希望。终于在3个多小时后，陆小被推了出来，伤口比较深，在打斗过程中有些撕扯，先留观一段，至于后续情况，沈医生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知道这句话的含量，作为一个爱人，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。出乎意料的冷静，我点了点头。陆小，人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，只是依旧昏迷着，数不清过了多少个日夜，我就这样坐在他的床前，喊着他的名字。师妹，吃点东西吧。陈舟拿着饭盒走进来，他脸上很不好看，大抵是因为我的低气压，带着连同整个科室都压抑得很。我朝陈舟笑笑，麻烦你了，师兄。他放下东西走过来，眼神里是掩饰不了的悲怆。浅，你别这样，不想笑可以不笑。我没事，师兄。这些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没事，说的自己都觉得烦了，可也只能挂上笑继续工作。陈舟没再说什么，拍拍我就走了。单人病房比较安静，陆小喜欢安静。午后的阳光有些炽热，我把窗帘拉到最边上，病态地渴望着他能被折磨起来，可是他没有，他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儿。陆小，我已经3天没洗头了，我这么特别的女孩子，你再不行，我可就被别人抢走喽。说着就落下泪来。相识的季节已经过去，他睡得仿佛没有尽头，我每天除了工作就是他，喋喋不休的话却再没有人回应。结束一台手术，我再次地踏上医院天台，想起前2次好像都是与他有关。师妹，陈舟跑过来，他身上还穿着便装，大约是换衣服换到一半就跑过来了，那衬衫只脱了一半，露出里面的白色背心。师妹，你别想不开，这世界还这么美好。你很明显，他并不会安慰人。站在天台边缘，微风扬起我的低马尾，颇有几分偶像剧殉情前的滋味。师兄，你说为什么我们会遇见？为什么这么短暂的遇见，要用这么刻骨铭心的伤痛来偿还？陈舟的脚步慢慢的靠近。浅，不是所有的遇见都有缘由，你只能问自己值不值得。值得吗？在我愣神的时候，身后一股大力突然将我拽下去，陈舟抱着我在地上滚几个圈，他的手牢牢地卡住我，力气大得不像个医生。你疯了！沈浅劈头盖脸的呵责是他心悸后的庆幸，再也忍不住扑在他怀里痛哭，压抑许久的情绪宣泄而出。他会不会行？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好想他和我说说话。师兄，你救救他！好无用的话，谁都无能为力。陈舟抱紧我，默然不语，大概他也不知道能说什么吧。大哭一场的后遗症就是第2天嗓子哑得说不出话。小护士过来喊我查房，我只能尴尬地看向陈舟，后者挑眉一笑。你们沈医生昨天唱歌把嗓子唱哑了，今天我去查，我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。情绪释放后，日子照常，每天就是工作和陆小。他恢复得不错，身上的伤都好了，就是一直醒不过来。你是不是想偷懒不上班，想多睡几天懒觉，对不对？
我可以允许你小小的休息一会儿，不过可不许久了，不然我就天天不洗头过来熏你，把油都抹你脸上。他那么安静地躺着听我说话，好像很乖的样子。这周末科室聚餐，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值夜班的时候，陈舟端着一碗泡面进来，看起来饶有兴趣。我就不去了，还有事没做完呢。盯着电脑的眼睛有些酸涩，被人轻轻地从背后蒙住。陈舟将我的头掰到一旁，工作是忙不完的，沈医生才毕业就想当劳模，难道要抢我们这些老前辈的活？他开玩笑似的说完，就把泡面推过来。吃点东西，大家都好久没聚了，周末正好有空，下次还不一定是什么时候呢。他这么说，我也不好再推脱，只得应下。熟悉的火锅店门口是我和陆小来过的店，同一个城市，每一处都是我们曾走过的痕迹。快进来，愣着干什么？陈舟从店里面出来，已经入冬的天气冷得动人，他只穿着一件灰色毛衣，身板有些单薄。师兄，你穿这么少，老师看到唠叨了。他将我拽进去，十分自然地接过我的大衣，里面暖气开得足，你过会儿也是要热的，快过来。沈医生来了，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大家的目光都齐齐地投过来。刚才还说到你呢，说曹操就到。老师笑着拍拍他旁边的椅子，我走过去坐下。他们是不是说我坏话了？老师，你可不要信。不信，已经花甲之年的老人依旧精神奕奕，薄薄的镜片下是半生的沉淀。他握着我的手，言语间皆是对小辈的疼爱。浅啊，是我从大一就开始带着的孩子，和陈舟都是我的得意门生。你们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，已经成长为一个好医生了。那都是老师你教导的好。陈舟笑着揽住老人的肩，从学校到医院，他已经跟随老师快10年了。现在老师也要退休了，以后这许多事就得你们自己拿主意了，不要再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尤其是浅，天天跟个皮猴子似的。哪有啊，我小声的嘟囔，在场人皆是嬉笑。老师话锋一转，语调颇沉，浅啊，我们是学医的，最明白这世间有太多无可奈何的事，有时候要学会放过自己向前看。我知道他是说陆小，想辩驳几句却说不出来话，只得点点头。还有陈舟，他的头过去，大小伙子做事不要畏手畏脚，决定了就去争取，才不算辜负。知道了，老师这番话说的颇有深意。大家和乐融融的吃完一顿饭，饭后我喝了酒，刚出店门就被人从背后拉住。看着那只骨节分明的美手，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看他做手术的样子。师兄，走吗？好。繁华的市中心灯很多很亮，大概是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下雪，此刻地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，阵阵冷风拂过，雪花飘落在肩头。陈舟突然停下，我看着他转身，然后上手拢了拢我的围巾。师妹，我喜欢你，没有半分铺垫。他就那么看着我的眼睛说了出来，也没有半分波澜。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。师兄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他轻笑一声，满是轻松地开口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老实说不要辜负，我也不想有遗憾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他不想听，我也不再说，一路无言回家。昏黄的路灯下，他朝我挥手。师妹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第二天，陈舟还像往常一般的同我打招呼，仿佛昨天的对话只是一场梦。可我知道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陆小，我好想你，数不清多少次和他倾诉自己的想念，与第一次一样，我还在渴求他的回答。手心的温热突然收紧，脑子那根弦狠狠地一颤。陆小，一切都发生得太快，喧闹中我听见自己压抑不住的哭声。我知道，我等到了。陆小的意识在慢慢的恢复，老师亲自接手了他的后续治疗，说是算给我们的新婚礼物。陈舟因为出色的工作被医院外派到英国学习，我和陆小去机场送他那天，他握住陆小的手说了好久，嘟嘟囔囔的小声，似乎有意地避着我。又一年冬天，熟悉的街头是他表白后送我回家的那条路，没有冷风，天气好得过分，冬日的暖阳并不热烈，照得人很舒服。陆小牵着我的手走在路外侧，即使不说话也有满满的幸福。师兄跟你说什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。陆小脚步不停，他将我的手放进自己的口袋中，说你是他们科室的小公主，骄纵懒惰得很，让我多多包容，千万不要退货。什么呀？我师兄怎么可能这么说？真的，他还说你不爱洗头，喝了过期的矿泉水，可能脑子不太精光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。他还真这么说了。我十分聪明地岔开话题。你知道吗？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多想能这么牵着你的手走一走。对不起。他转头，那双好看的眼睛直直地注视着我，同我无数次期盼的一样。你是得说对不起，你太对不起我了，我现在都不想原谅你。我低下头，眼眶有些酸，嘴角却难以抑制地扬起弧度。那怎么办？我已经赖定你了，不然就用余生来偿还吧。他拉起我的手，温暖的唇印在我额头。再说，你这个不爱洗头的医生，就得配我这种懒惰的警察才对。切，不配你，我也可以找别的，比如……在我绞尽脑汁思索之时，额头突然被人轻轻地弹了一下。陆小很是无辜地摊摊手，他自己弹的，不关我的事。陆小，大雪纷飞之际，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回应。